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伟哥。买回来的鸡翅再也不用可乐了。今天分享一道红烧鸡翅的新做法，这样做出来的鸡翅鲜香美味又下饭，特别是小孩子们非常喜欢吃。如果你也喜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鸡翅、葱、姜、大蒜、洋葱。首先准备500克的鸡翅放在碗中，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。我们要用淡盐水把鸡翅清洗一下。像这种鸡翅一般都是保鲜的，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个鸡翅都搓洗一下，去除里面的一些杂质。清洗完第1遍之后，我们就捞出来，放在干净的清水中，再次淘洗2到3遍，充分的把鸡翅表面的一些绒毛或者是杂质全部清洗干净。经过这样清洗之后，我们吃着也更加的放心。接下来我们把鸡翅改下花刀，从鸡翅的背面切上2到3刀，这样我们在烹饪的时候更加容易入味。为了成品的美观，我们一定要在鸡翅的背面打上花刀。全部处理成视频中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把处理好的鸡翅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，准备1锅清水，我们把处理好的鸡翅放在锅中，然后再加入去腥3件套、葱姜和料酒。我们要把鸡翅焯下水，随着温度的升高，锅里面出现了大量的白沫子，这些都是鸡翅里面的血水，这也是腥味的重要来源。我们一定要把它捞干净，煮的时间也不要太长。水开以后2分钟，我们就把鸡翅捞出来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凉水中。我们要把鸡翅充分过凉。近这段时间，我们准备一些去皮的大蒜，切成薄片。大蒜可以增加鸡翅的蒜香味，我们也可以适量的多准备一些。接着我们再把蒜片全部剁成稍微小一点的蒜末，这样更容易激发出蒜香味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接下来再准备1块去皮的老姜，我们把老姜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小条。老姜有去腥和增加食欲的作用。最后全部切成小丁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蒜末一起。接下来再准备1小把洗干净的香葱，葱白和葱叶分开切。首先把葱白切成葱花，放在姜蒜一起。接下来把剩下的葱叶也切成葱花。葱花我们一定要切小一些，葱花可以搭配颜色和增加香味。全部切好，放在碗中备用。下面我们再准备半个洋葱，我们先把洋葱切成细丝，最后全部切成小丁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。接着再准备半个红辣椒，我们把红椒同样也切成小条，最后全部切成小丁。切好以后和洋葱丁放在一起。现在的鸡翅也已经完全的凉透了，我们就控水把鸡翅捞出来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很多朋友在煎鸡翅的时候很容易爆锅，其实他们是省略了一个步骤。接着我们把控干水分的鸡翅放在干净的厨房纸巾上面，然后在上面再盖上1层厨房纸巾，像视频中这样把鸡翅的水分全部吸干。这样我们在炸的时候或者是煎的时候就不容易爆锅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料汁，空碗中加入2大勺的生抽，然后再加入1勺食盐调味，接着再加入1勺鸡精，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白糖，最后加入少许的胡椒粉，再加入小半碗的清水。我们提前调好料汁，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。用小孩吃饭的勺子搅拌均匀，使所有的调味料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搅拌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接着准备1口锅，往锅里面加入食用油，油温烧热以后，我们再把鸡翅放在锅中。用厨房纸巾擦过的鸡翅，我们在煎制的时候就不容易爆锅。稍微的晃动一下，这样可以使鸡翅受益更加均匀。
而且不会粘锅。像视频中这样，大约煎至2到3分钟左右，把鸡翅的一面煎至金黄。我们再翻过来煎另外一面。很多朋友喜欢用油炸的方式，其实那样油太多，吃着也不健康。我们自己在家做，像视频中这样微微的煎一下，这样吃起来也不油腻，而且也不会浪费油。我们全部翻过来之后，用同样的方法大约煎至2分钟左右，把鸡翅的另一面也煎至金黄。在煎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控制火候，不然的话很容易烧糊。喜欢吃焦香一点的，我们煎的时间可以稍微的长一些，煎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鸡翅的表皮有一层脂肪，在煎制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油脂，我们最好是把这些油脂全部舀出来，这样吃的时候就不会油腻。然后把切好的葱姜蒜放在锅中，稍微的翻炒几下，炒出葱姜蒜的香味，把所有的鸡翅炒出蒜香味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把调好的碗汁全部倒在锅中，鸡翅要入味，我们一定要焖煮一会。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水烧开，然后扣上锅盖，大约焖煮1到2分钟左右，这样做出来的鸡翅就非常的入味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打开锅盖看一下，哇，好香啊！整个厨房都是鸡翅的鲜香味。接着，我们再把切好的洋葱丁和红椒丁也倒在锅中，然后加入少许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，再撒入少许的葱花，点缀一下，同时也增加香味。一道美味又下饭的红烧鸡翅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像这样做出来的鸡翅比可乐鸡翅还要好吃。总结一下，鸡翅我们一定要打上花刀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